巴赫穆特战场可以说是近期俄乌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方了，双方在此地几度攻守易势，整座城市几乎被打成了一片废墟，绞肉机是人们对此地的称呼。但文字的描述呢，总是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今天我们就来以巴赫穆特乌军的视角，了解真实而惨烈的俄乌堑壕战。在俄乌双方围绕巴赫穆特的争夺进入到白热化后，被三面包围的乌军只能依赖 T0504 和0506两条公路进行补给，此地堪称是巴赫穆特乌军的生命线。而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的堑壕当中。2023年4月29号，天气晴，前方有堑壕，赶快！随着驾驶员的提醒，安德烈下意识睁开眼睛，以最快速度离开了运兵车。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满目疮痍的大地，密密麻麻的弹坑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片农田。如果战争没有爆发，今年应该会有一个好收成。远方轰隆的炮火声打断了安德烈的思考，来不及仔细观察周围，他一路小跑，跟着队友跳进了前方的堑壕。这片堑壕是乌克兰在巴赫穆特被包围之前就修好的防御堑壕，其主要目的在于阻挡俄军在进攻时利用机动部队穿插后方公路，导致城内补给中断而设立的。但随着瓦格纳的包围完成，乌军在城内的防线也被一道道突破，近万名乌军被四面八方的瓦格纳士兵驱赶到了城区内铁路沿线以西的建筑物中防守。原本乌克兰最高统帅部还想以铁路线为防御核心，阻挡俄军地面部队继续向西推进，以此实现其坚守待援的战术目的。不过随着俄空天军逐渐恢复空地打击行动，乌军在建筑物内坚守的巷战策略已逐步失效，乌军在城内的防守变得异常被动，屋漏偏逢连夜雨，被称为城内乌军两条生命线的 T0504 和0506公路也在近期被俄军物理切断。如果不打通这两条路线，城内的乌军不但没了出城逃跑的后路，也失去了继续硬撑下去的物资补给和弹药储备。今天安德烈小队的任务就是配合其他小队清除0506号公路拐角的俄军。他们微弓着身体沿着堑壕前进，远处的炮火声越加响亮，仿佛下一刻就会有一颗炮弹落在这片堑壕。在这重重炮火声中还夹杂着零散的枪声，安德烈知道那是前方的队友正在和俄军交战。堑壕内的空气总是弥漫着一股酸臭的味道，让安德烈有些反胃。没过脚踝的淤泥也让他们的前进速度逐渐放缓，前方逐渐出现俄军的尸体，这反而刺激到了这支乌军小队，他们的脚步开始加快，扑通扑通扑通。或许是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安德烈的心脏跳得很快，呼吸也变得十分粗重。终于在翻过了又一个堑壕之后，他们的前方出现了友军的身影，两个，还有两个。无线电传来前方的最新战况，安德烈知道他们已经接近目的地了。一枚炮弹突然砸进了堑壕的上方，飞溅而来的泥土让安德烈下意识地缩起了脑袋。前方就是0506号公路，走在最前边的两位队友率先爬出了堑壕，向着俄军所在的地方摸去。安德烈也紧随其后，在跨过一道道铁丝网之后，他终于来到了0506号公路拐角处的堑壕。长时间的奔跑让他的喘息更加粗重，安德烈疲惫地坐在堑壕内，看着远处升起的黑烟。他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在经过短暂的休息后，他开始继续前进。头顶的无人机传来的最新影像显示，距离安德烈最近的一名俄军已不足60米，又是一枚炮弹在不远处炸开。无线电里再次传来消息，安德烈，你前方20米处右侧洞口扔一枚碎片手榴弹进去，重复，距离20米，距离20米。在听到命令后，安德烈深吸了一口气，将一切杂乱的念头全部压下，捏着手榴弹望向目标区域。这一刻他冷静的可怕，砰的一声，手榴弹成功在目标处爆炸。还好我小时候打过篮球。投掷成功的安德烈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甚至还和队友开起了玩笑。在击毙敌人后，他们并未在这片区域逗留，而是在无线电的指引下转身赶往了下一个目标。这时前面的队友突然侧身趴下，开始向天空开枪。安德烈也马上有样学样的照做，虽然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但也意识到远处很可能存在俄军的无人机。过了一会儿后，
队友的枪声终于停下，安德烈慢慢地将头探出远方看去，阴沉沉的天空下已经没了无人机的踪影。无线电再次响起：你们可以试着向前方十字路口移动，敌人距离转弯的地方只有2米。在队友的呼喊下，安德烈提起枪继续前进。远处的堑壕下突然冒出了一个人影，开始向他们开枪。安德烈一边卧倒一边大喊：我看到他了，在左边第2个转弯处。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火，但是由于堑壕的掩护，两帮人马暂时并未出现伤亡。安德烈开始呼叫无人机支援，但却被告知无人机正在更换电源，暂时无法提供前方信息。双方陷入了僵持。安德烈模糊地看到远方堑壕处似乎有一个人影在晃动，但随着身后的一声枪响，人影也随之倒下。看来自己的队友当中有一位神枪手啊！看着远处还在匍匐挣扎的俄军，安德烈又开始胡思乱想了。神枪手队友十分专业，并没有留给这名俄军太多痛苦的时间，2枪身子1枪头，阎王看了也摇头啊！正当安德烈以为前方已经没有敌人的时候，队友的无人机终于再一次升空。他们绕过了我们，就在你上边。听着无线电里传来的声音，安德烈第一时间贴住堑壕，将手中的步枪举过头顶，开始随缘射击。敌人似乎被安德烈的火力吓住了，并没有对他们展开攻势，这样让安德烈缓了一口气。在占据有利位置后，安德烈再次探头向远方看去，他们正在爬上堑壕，我看见了，有3个人，距离我们大约25米。队友听完，立马就向安德烈指的方向投掷了手榴弹。显然他的篮球技术并不好，手榴弹在堑壕上方炸开，而那3名俄军已经全部进入堑壕。马洛伊，有人能打到前面的混蛋吗？深知自己枪法水平的安德烈开始呼叫支援。在报出对方的位置后，无线电里很快就传出了掩护的要求。安德烈再度起身向俄军方向开枪，吸引对方注意。炮弹呼啸着砸进了俄军堑壕的上方，溅起一阵阵粉尘。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堑壕内的俄军并没有发现自己头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枚迫击炮弹精准地命中了藏在堑壕内的俄军，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到了。3个敌人转瞬间就被无人机的火力解决。在收到目标解决的信息后，安德烈他们也准备返回，帮助此前路过的一些伤员撤离。但这时候，远处俄军的炮火声似乎密集了起来。为了避免被一锅端，安德烈和队友决定分批撤退。猛禽第一个爬出堑壕，向后方堑壕小跑着前进。突然，一枚炮弹在他右前方不远处爆炸。看着倒在地上的猛禽，安德烈开始慌了。他大声喊着对方的名字，试图确认队友的状态。幸运的是，猛禽很快就动了起来，在地上匍匐前进。松了一口气的安德烈立马以最快速度跑向下一个堑壕。猛禽很快也爬了过来，他这时候才发现猛禽的腿被碎片击中了，难怪只能在地上爬行。在经过简单的处理后，安德烈带着队友们藏进了堑壕内的防空洞，商量着接下来的行动。猛禽似乎有些忍不住疼痛，开始用手不停地捶打墙壁。躲在这个堑壕内的还有一位美国志愿者。安德烈用英语和他交流后发现，这里似乎收不到无线电信号，无法呼叫队友支援。于是他只好和一名队友走出防空洞，去寻找能够接收信号的地方。又是一枚炮弹落在周围，泥水溅到了安德烈脸上，但是他并没有心思擦拭，而是专心摆弄着无线电设备。终于里边传来队友的声音，运兵车马上就到。听着远方车辆引擎的轰鸣声，安德烈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但是他并没有就此休息，而是开始游走于附近的堑壕当中，询问是否有受伤的队友需要一起撤走。2名重伤，1名轻伤。另一个小队的人回复着。望着对方那减员许多的小队，安德烈有些沉默。他知道有些人是再也回不去了。随后安德烈组织起剩下的队友，将这些伤员转到集结点。在跳下堑壕的时候，安德烈不慎扭伤了自己的脚，现在他也要一瘸一拐地走路了。但即便如此，安德烈还是参与了转移伤员的行动，帮助那位已经无法走路的老兄进行撤离。随着运兵车的引擎启动，安德烈终于可以离开这片恐怖的战场。现在的他又困又累，在颠簸中缓缓睡去。在睡前，他似乎又听到了无线电里的声音，又有3个混蛋进来了，拿下他们。以上这些只是俄乌战场上的一个小小缩影，像这样的对抗，乌克兰每一天都在上演。
关于0506公路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了5月中旬，俄军依然无法完全控制公路周边的局势，让乌军掌握着部分堑壕，并组织反击。尽管瓦格纳在这时候已经占领了巴赫穆特，但城外的战斗仍在进行。